老龄化海啸来袭，中国养老院却集体消失了。最近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，短短5年内，中国的养老机构暴跌70%，几乎是断崖式下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背后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。先给大家看第一组数据。根据企查查最新统计，截至2024年12月11日，全国养老机构注册量只剩681家，比去年暴跌了22.5%。更吓人的是，这个数字仅仅是2019年的26%。但更触目惊心的是人口老龄化的数据。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告诉我们，2023年底，中国65岁以上老人已经突破2.16亿，占总人口的15.4%。算一算，平均每100个人里就有15个是老年人。在网上看60岁以上的，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.97亿，占比21.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5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。让我们再看看北京的数据。作为首都，北京的情况应该是全国最好的了吧？但事实狠狠地给了我们一记耳光。北京市养老服务业协会的报告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，全市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只有可怜的45%。要知道，养老院要维持收支平衡，入住率至少得达到60%啊！这些养老院现在基本上都在亏本经营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在494.8万60岁以上的北京老人中，真正住进养老院的连1%都不到。你们想想，连北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都这样了，其他地方会好到哪里去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钱，还是钱。民政部的调查扎心地告诉我们，在有意愿住养老院的老人中，46.1%的人每月只能承受1000元以下的费用，而能负担每月3000元以上的只有区15.8%。但现实是什么？现在北京普通养老院的收费都要4000至5000元一个月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大多数老人根本住不起养老院。再给大家报一个更惊人的数据，现在养老院为了抢老人，甚至打起了价格战。但即便这样，生意还是惨淡。有的养老院老板透露，他们这几年已经关掉了5家分院。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罕见，养老院倒闭已经成了常态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想问，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中国的老人竟然连养老院都住不起，这也算什么文明社会？更可怕的是，这才仅仅是开始。说到中国养老院的实际运营情况，那真是一地鸡毛。我最近做了个调查，发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现象：高档养老院住不起，便宜养老院住不了。先说说高档养老院。最近有个宁波的例子特别典型，一位王女士花了27万把父母送进所谓的高端养老公寓，结果发现什么？饭菜里有蜗牛、虫子，甚至还能吃出鸡粪来。这可不是哪个小作坊开的养老院，而是泰康保险这样的大集团旗下的养老机构。入住费用可不便宜，光是押金就要10万，每个月的费用要19800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按北京的统计数据，80%以上的老人每月养老金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。再说说普通养老院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一些收费4000至5000元的中档养老院情况更令人揪心。一个护工要照顾8至10个老人，有的甚至更多。护工的工资才3000至4000元，你觉得这样的工资能招到多少专业护理人员？结果就是大量用临时工，今天来了，明天就走，服务质量可想而知。但这些都不是最吓人的，最吓人的是，现在的养老院连基本的运营都维持不下去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一个100张床位的养老院，
按照行业标准，正常运营至少需要35个工作人员，包括护工、厨师、保洁等。人工成本每月至少15万，再加上房租、水电、伙食等支出，一个月的成本至少要30万。那收入呢？按照目前45%的平均入住率，也就是说100张床只住了45个人，每人每月收费5000元，一个月总收入也就22.5万。这还是理想情况。实际上，很多养老院收不到这么多钱，因为老人经常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住。而且现在的养老院为了拉客，动不动就搞优惠活动，实际收入可能连20万都到不了。你们算算，一个月要亏7至10万，一年下来就要亏损100万以上。这样的生意谁还敢做？这就是为什么这5年养老院数量暴跌70%的根本原因。但更令人不安的是人口老龄化速度。中央财经大学最新发布的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》显示，从1985年到2022年，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.25岁飙升到了39.72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劳动力正在加速老化。等这一波人退休后，养老金压力会更大，能供养得起养老院的人会更少。再给大家补充一个触目惊心的预测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显示，即使有政府补贴，到2035年，国家主导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就会耗尽。那时候，养老金发放完全要靠新增劳动力的缴费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出生率又创造了历史新低。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养老危机正在逼近。说到底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困局？表面上看是养老院经营不善，但实际上这反映出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。首先是经济因素，我们再来看看老年人的真实收入状况。根据民政部的数据，在那些想住养老院的老人中，将近一半的人每月只能负担1000块钱，这连一线城市养老院伙食费都不够。而能负担3000元以上的只有 15.8%， 这就意味着 84.2% 的老人根本住不起体面的养老院。更讽刺的是什么？就拿北京来说，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占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比例还不到 1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就算现有的养老院全部人满为患，也就只能解决 1% 老人的养老问题，剩下 99% 的老人怎么办？只能自生自灭了。再来说说护理人员的问题。现在养老院护工的工资普遍在3000至4000元，这在一线城市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。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干这行，现有的护工年龄普遍偏大，很多都是50岁以上的阿姨。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，也不愿意来养老院工作。这能提供什么样的护理质量？疫情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。前2年疫情期间，有多少老人在养老院集体感染后离世？这个数字至今都是个谜。但从养老机构数量的断崖式下跌就能看出一二。很多养老院在疫情期间就已经倒闭了，活下来的也是苟延残喘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中国现在还处在人口老龄化的上升期。按照目前的趋势，到2035年，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3.9%， 也就是说，每4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现在养老机构都已经应付不过来了，等到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？而且别忘了，现在这一代老人好歹还有一些积蓄，有房子。等80后、90后变老的时候，他们连房子都不一定有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啃老，等他们老了，还能啃谁？靠什么养老？更让人绝望的是什么？现在年轻人都在躺平，不结婚，不生育。
2023年，中国人口已经减少了208万，人都不生了，未来谁来养老？谁来交养老金？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。所以我说，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院倒闭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危机。政府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还怎么补贴养老产业？现在地方财政入不敷出，养老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，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。要我说，政府与其成天开什么新闻发布会，喊口号说养老形势大好，还不如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。你想啊，政府每年在各种国际援助上花那么多钱，随便拿出一部分来，哪怕把这些钱的30%用在养老产业上，也够建立一个像样的养老体系了。但可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养老机构一个接一个倒闭，老人越来越多，床位越来越少，护工越来越难找，资金越来越紧张。这样下去，未来的中国老人，怕是真的只能自求多福了。